重生后，我在老爷子的安排下会面紫禁智囊团，对我来说是一个机缘不小的契机。今天终于看到传说中的旷世妖孽了，顺便也检验一下那具生子当生叶松的成色。闻言，叶松感到不对劲了，一进门就直接进入主题了，开始接受紫禁智囊团的检验了。听说王静安给你提鞋都不配，我也听说那小子的心气全都被你给错掉了。虽然我跟王静安之间有过不少的不愉快，当然了，不愉快的是他，但不管怎么都好。通过我跟他之间的交锋来看，他着实不同凡响，甚至是那种不同凡响，在我看来是完全能够让4·9城新生代第一人这个称号实至名归的。可惜遇上了你，是吗？不是可惜遇上我，毕竟我压根就无心去跟他争什么高下。我对自己的定位只是个商人，纯粹是他非得来撩拨我而已，否则我跟他之间怕是到现在都不会产生交集。外界都说王家跟林家是宿敌，两家这些年来的博弈不曾中断过，这些相信你也知道的。而你作为林家的一份子，难道你认为你能够置身事外吗？纵观过去那么些年，我跟林家毫无交集，林家不也是在跟王家的博弈中占尽上风吗？老实说，根据我在回归林家后所了解到的种种，王家真不是林家的对手。哪怕王家这艘船上的人马胜于林家，可在人心层面，王家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这点我相信你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叶松沉思一下，继而说道：而王家之所以能营造出一种跟林家分庭抗礼的局面，纯粹只是林家的中庸使然，才让分庭抗礼这4个字得以呈现罢了。真要死磕的话，王家不见得能撑多久，甚至是不见得敢跟林家去死磕。所以我置不置身事外，对于林家跟王家之间的博弈而言根本不重要。不重要吗？那为什么之前王静安那小子的计划会毫无征兆的突然告吹？我说的是王静安那小子试图利用林卫东那个愣头青去重创林家的社会声望。咱们要是没分析错的话，那小子的意图恐怕是想通过林卫东的案件，依据煽动舆论上针对林家的口诛笔伐，从而把林家推到风口浪尖上，一边接受着社会层面的抨击声望进去，一边承受着紫禁高层在事态发酵后的不得不问责，并且为林卫东的恶行主动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很有可能是将过去帮林卫东擦过屁股评过事的官方人员一并问责处置。如果林家走出这一步，那么势必会让林家阵营中的人为之寒心，毕竟他们给擦屁股的对象是林家子嗣，回头却被林家反过头来发起问责处置，这往哪说理去是不？不得不说，王家那小子想着利用林卫东去给林家进行当头棒喝的计划，着实很完美，完美到林家没有任何全身而退的可能。但是王静安确实在该出击时刻退缩了，无论是林卫东既往那些人神共愤的恶行，还是林卫东在法庭上突然反咬林家一口，进行刻意抹黑一事，直至现在都尚未对外公开。要知道，林卫东恶意反咬林家进行抹黑这事可是有着许多端倪之处的，而不出意外，那些端倪便是王静安的手笔了。还有后续发生了鹅厂风波的一系列事件，而一直力挺鹅厂为其撑腰的王家竟是毫无半点动作，有的鹅厂以及马化天向你小子低头认怂。其实这些不难分析出转折点应该在你小子身上了。虽然咱们还未能确定你是用什么方式迫使了王家向你低头，但可以肯定的是，你手上掌握了能让王家忌惮万分的东西，甚至是威胁到王家的根基。否则以王家的做派，是绝对不可能低头低得这么彻底的。所以在林家跟王家的恩怨博弈上，你好意思说你的存在并不重要吗？看来你们没少下功夫去琢磨这些破事啊。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叶松很是洒脱地笑了笑。林家跟王家不可是4·9城的头号世家，你觉得智能团会不去密切关注两家之间的博弈吗？既然如此，那我想问一下，如果王家跟王静安的计划得逞，你们会给上头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建议？不，你要知道，世家之间的博弈是被准许的，只要不踩红线，只要是在规则之内，上头不可能会强行介入阻止。那么根据你们的分析，如果王家的计划得逞，林家会如何应对呢？既然林老总跟林部长把你引荐到了咱们面前，难道这个问题不该是咱们问你才对吗？所以传说中的妖孽，你认为林家会如何应对王家计划得逞后的局面态势？只见叶松故作挑眉的稍作沉思，再而肃然起来。根据林家的家规以及原则跟处事作风，如果林卫东跟我调包的事儿没被揭晓，那么仍旧是将林卫东视为血脉的林家，必定会在舆论的口诛笔伐、百姓的咒骂声中对林卫东的恶行负责到底。这种负责到底很有可能会以林部长跟柳行长双双卸任离职，再确切点的说，是他们双双卸甲归田。除此之外，在王家的趁势追击下，那些曾包庇过、袒护过林卫东、给他擦过屁股的林家阵营成员将会被林家进行追究问责到底，此对百姓进行交代。如此一来，
必然会让整个林家的阵营发生动荡。届时再在王家阵营的合力围剿之下，林家的巅峰也就此彻底定格，而后开始走向下坡路。除非紫禁高层执意要保林家，否则林家日薄西山是迟早的事儿，并非是说王家有多么的强势，能将鼎盛的林家逼向日薄西山，而是林家那过于追求原则，以及多少根于府战边的思想做派，会成为自身的致命软肋。所以届时若是林家真的倒下，那么与其说是栽在林卫东身上，栽在王家手上，倒不如说栽在那已经跟不上时代世道的所谓原则上。万幸的是，这一坎化解了。迎着叶松的话落，一众紫禁智囊团全都不敢置信地撑起了双眼。这小子给出的分析看法，竟是跟他们整个紫禁智囊团合力分析出来的结果一样。一众紫禁智囊团长者听到这些，眼中的惊异越发厚重。他们一开始还担心会不会高估了对方，现在一看，赫然是大大的低估了呀。你有跟林老总以及你父亲林部长，亦或是其他人探讨过这些吗？没有多说。叶松简单明了地摇头。一众紫禁智囊团长者们不禁沉默起来。妖孽到这程度，这究竟是怎么炼成的呀？不知你对紫禁智囊团是怎样的一个看法？我还不至于肤浅幼稚到对紫禁智囊团存在任何哪怕是一丝的异议。毋庸置疑，这就是神州的中枢神经，同时也是神州迈向繁华昌盛的一处重要基石。对于智囊团，我除了敬佩之外，就是膜拜。你不用给咱们戴这种高帽。不，这不是戴高帽。曾几何时，我对一些国策以及紫禁方面的对外行为及做法都感到特别不理解，但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天真了。纵观改开到现在，那些被百姓理解或不理解的种种，最终都证明了神州这几十年来的步伐都精准正确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如今这盛世，便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对于紫禁高层跟智囊团，在无边的敬仰之余，我有的只是满腔无以言喻的感谢。感谢你们给十几万万神州子民带来了今日盛世。可是，在盛世的背后，还有许多被黑暗笼罩着的地方啊！哪怕谈不上是让民不聊生，可终究是附着在神州大地上的毒疮啊！而你认为紫禁方面接下来会在国内进行哪些方面的整治？不得不说，这问题肯定是超纲了。毕竟让一个经商的去琢磨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这太扯淡了。别说叶松只是一介商人，但考虑到叶松的妖孽指数，以及更关键的，那就是一众智囊团长者在无形中对叶松的那种空前期待下，哪怕众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多少有些强人所难，可一众智囊团长者还是齐齐朝叶松投去了希冀目光。只见叶松稍一沉思，说是沉思，其实上根本就没几秒。我只能说是个人的浅见，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就有多次想过，毕竟这片盛世的背后，确实还有太多需要动刀子的地方了。而根据我对紫禁高层这些年的知识理解，再结合当前的社会大环境来看，不出意外，接下来要动刀的地方应该就是医疗跟教育这两块了。所以以我的浅见来看，不出意外，剔除毒疮的刀子不用太久就会落下，并且力度将绝对是空前的。而首当其冲的，则必定是医药领域。对于重生者而言，就这些看似超纲的问题，说白了也不过是照本宣科罢了。毕竟华国后续几十年的变化过程，以及大小事件都在他的记忆脑海中，而他要说的，只是将自己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进行汇总而已。一时间，纵使一众智囊团长者在表情管理这一方面造诣匪浅，可此刻仍是背不住的老脸颤跳起来。听你这语气口吻，好像很是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似的。言之凿凿信誓旦旦谈不上，但我个人认为还是大概率的，并且是极大概率的。你有跟任何人谈过这些相关话题吗？没有，首先是没那个必要，其次我要是说紫禁高层接下来大概率会对医药领域出手发起空前的整治力度，继而很有可能会导致成片医疗领域的中高层乃至院长这种级别的纷纷落网，对方估计得拿看神经病的眼神来看我。抛开目前并无任何的风声迹象不说，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上头会发起如此等级的行动，因为那样一来造成的影响无疑也是空前巨大的。确实，不得不说，你的思维不仅不一般，还有点超凡脱俗的感觉了。你觉得咱们华国哪些地方需要急需改进的？尤其是在国际社会上，如果改进的话，又该如何去改进？为首那位智囊团长者再次抛出问题来，而这个话茬一出，也正是拉开了滔滔不绝的序幕。从经济到科技，从民生到民族，从军事到外交，再到国际形势，到该如何去面对西方世界的联合针对，整个过程都是智囊团在问。叶松全程都是根据对方提出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认知见解。这一次，他没有任何藏拙，将前世的林林种种全都给汇总到处，并且将前世那几十年间华国曾走过的一些弯路进行了规避优化后，再侧重去举例说明。在叶松那几乎有问必答的凝重肃然铿锵声中，一众紫禁智囊团长者们早已陷入了口干舌燥。那一张张不再年轻的脸上，那一双双遍布着睿智的眼眸中，除了无以复加的震惊之外，便是那无从形容的激动振奋。如果之前他们是感觉叶松一人抵他们在座的这几位智囊团核心，那么现在他们的感觉是，就算他们合在一块，都比不上叶松了呀！如此妖孽，竟是跑去当企业家，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啊！要考虑加入紫禁智囊团吗？
加入紫禁智囊团。讲真，对此他并不意外。在来之前，他就想过到时肯定会有橄榄枝在等着自己的，就是没想到对方会这么直接。我生性散漫惯了，这不适合我。不是，你小子知道加入紫禁智囊团意味着什么吗？况且还是你30刚出头的年纪。意味着什么都不重要。相信诸位都知道，我叶松虽然旗下企业众多，但我却是个彻头彻尾的甩手掌柜。除了给企业把道路给制定规划出来之外，其他的由得他们自由发挥。我甚至是都极少到旗下的企业公司里头。就我这种性格，让我跑到如此神圣的地方来就职，那肯定是不适合的。没人让你守在这儿。这又是怎么说？紫禁智囊团是有编外成员的。临时工。刹那间，一众长者就差没嘴角抽搐了。神他娘的临时工！编外成员跟临时工是两码事，而且智囊团当中也从不存在什么临时工的说法。既然你一开始是都说了紫禁智囊团作为神州的中枢神经，作为神州走向繁荣昌盛的一处重要基石，那你觉得如此性质的存在有可能会出现或允许临时工吗？犯不着去给这小子解释那么多，咱们这儿存不存在临时工的说法，他心里头能没数吗？如果我不想常驻，可又不想当编外成员呢？你知道紫禁智囊团成员这重身份会给你带去何等帮助吗？知道，但说实话，就算没有这种身份，也影响不到我什么。如果换作是王静安那小子，他会毫不犹豫地给答应了下来。这种年纪入主紫禁智囊团，本身就是无可比拟的无上荣耀。所以你们对他的评价仅仅只是一块好玉而已，由始至终都没对他抛出橄榄枝，不是吗？顿时颇具一股蔑视气场的叶松笑说道。话罢，随着那股蔑视之意一纵即逝后，再是道：话说把我引入紫禁智囊团，还得需要紫禁高层的点头吧？这个你不用担心，在咱们几个的联名下，紫禁高层不会有异议的。其实就算我不加入紫禁智囊团，那也不影响在智囊团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召之即来。毕竟能够为国家、为民族出谋划策，这也是我的荣耀所在。而作为一名炎黄子孙，我是不会也不可能会拒绝的。你觉得像话吗？如果你无法成为紫禁智囊团的一员，紫禁智囊团以什么理由去征召你？话说，从紫禁智囊团成立到现在，你是第一个抗拒接受这份神圣使命的人。我不是抗拒，我只是不想常驻，且不想成为编外。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就成了我刚才说的，哪怕我不加入智囊团都好。如果紫禁智囊团需要我，我定然会召之即来，肝脑涂地，为神州之盛世，为中华之崛起，呕心沥血，在所不辞。在叶松那大义凛然的话下，一众紫禁智囊团长者瞬间动容起来，不仅仅是因为叶松说的这些话，而是因为他眼中的那道光，那道狂热且坚毅的光，那道绽放着民族至上的光。如果无法满足既不常驻以及非编外成员这两个条件，你就不考虑加入紫禁智囊团了，是吗？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为智囊团出力，为神州出力的，不是吗？反正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都好，也不影响在国家需要我，在智囊团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坚定着义不容辞的召之即来。叶松的紫禁智囊团之行，并没有随着婉拒常驻以及婉拒成为编外成员而结束。在是跟一众长者们围绕着华国的全面复兴及崛起这一话题展开多番探讨后，最终才在一众智囊团长者的相送下离开大楼。